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5号。昨天晚上美联储是如期加息了50个基点。那我昨天的视频已经是在跟朋友们交代了。你前面16800没有做多的朋友，或者是15000没有做多的朋友，踏空的朋友，你在昨天晚上美联储要公布利率的时候是不能追的，不要去管机构的预期是不是50个基点。那我昨天视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日线级别、4个小时级别。里面是有很多指标的败下，你如果18000上方去追，有可能短期会被套，再去观察17300的低档还有没有买点。那现在的话，一根上影线，等下来跟大家讲，短线4个小时跟1个小时里面是有败相啊，所以有一些踏空的朋友，前面低档为什么不敢买？15000为什么不敢买？偏偏要来到感觉50个基点是利好的消息的时候，比之前的75个基点。加息幅度是在减少，不要听这些这都是散户的一个看的新闻。你如果再看的话，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就是不能追啊。那短期我们再来聊一下，这个位置还有没有可能会调整，或者是昨天加息其实不重要，你要去观察美联储的一些点阵图，或者是鲍威尔的一些讲话，他们现在是在放干货下一步降息的目标也已经定了，以及利率最终的一个目标也已经定了，是在5.1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包括短线上为什么昨天也是跟大家讲，狗狗币你也不能追，现在整个风格已经是转换。我前几天的视频你有去看，前一天的这个视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以太坊或者是比特币，它已经是先行于狗狗币现在风格是有转换的。你如果从那个 BTCD 里面也可以观察出来，最近比特币是强于很多的币种。当然付款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币安 OK 返用20%，可以用亲人的身份认证，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那么先来看一下，就这个比特币至于风格为什么转换，那一个视频你自己去看，我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。在这个整理区间，它的量跟狗狗币的量是不同。为什么这一根敢大胆的跟大家讲，有可能就是 Baby 要开始突破了，那就是这一根突破其实就是这里面的量明显很明显都是多方的量，下跌的时候根本就出不了量，而且这一根下跌的一个低档位置，它后面能拉上来，那这种放量的位置就说明这个位置有人洗出去了，空方的有一些人是被洗出去了。那至于短线上昨天跟大家讲为什么不能追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日线级别昨天跟大家讲了，你再上去指标会背离，现在很明显观察就是这一个日线的 KD 会背离，而且 MACD 指标它虽然是感觉在零轴附近，它这个柱状放的时间有点长了，时间这么长的情况下可能都有20根了。我的观点是你不要再放了这么长的时间去追，而且昨天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，就是这个位置如果开口的一个位置，前面如果你画成一个鸭头，不是很明显的一个鸭头，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就是鸭子嘴巴张开的位置？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。所以低档的时候，压回低点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整理区压回低点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敢买？等到高位的时候 ，CPI 可能出的这一天晚上，我跟大家讲17300，你突破的时候你要去观察这个位置关卡冲过，那有可能就是还会有高点。你等到加息再出来的时候，都已经知道 CPI 7.1， 它有可能加息的幅度就是会降，会降的情况下，那利好有时候就不是利好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联储鲍威尔的一些讲话，他是在讲50个基点仍然是很大，加息之路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。然后这一次他是强调加息速度不再是重要的问题，利率的最终水平更重要。2月加息的规模将取决于接下来的数据，接下来的数据是什么数据？一个就是 CPI 1月12号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要去留意一下整个 CPI 会不会从 7.1 继续往下掉头。那下一次加息的时间点是在2月2号，也是有一些机构是在预测有可能2月2号美联储加息会只加25个基点，所以它已经是从之前的75个基点，这一次是50个基点，那下一次有没有可能是25个基点？而且他这边也有讲到，美联储对2023年的利率预测代表峰值的一个利率，就是未来的一个峰值的利率是在哪个位置。不过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干货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确信通胀向 2% 靠拢之前不会降息，那这个已经是很明确了。如果通胀没有在向 2% 左右靠拢之前，它
未来一段时间是不会降息，包括明年甚至可能都不会降息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张点阵图啊，也是财联社上面看到的一个消息。美联储公布的点阵图预计是在2023年底的整个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是在 5.1， 所以跟之前很多机构预测的美联储未来的利率目标有可能就是在 5%， 是非常的接近啊。当然他这边也有预测2024年底的联邦利率为 4.1， 然后2025年底的联邦基金利率是在 3.1， 所以这一个利率要调的一个时间，或者是下一步会不会降息，有没有可能是在24年才会开始降息。至于整个比特币的价格，其实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就重点去观察这一次到底能不能挑战这个18000，这个位置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啊。4个小时里面很明显，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就是它昨天晚上是走的不太好，很多人在看到利率出来的时候50个基点啊，就赶快追进去。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有可能这个位置会走一个奔走性整理。至于高点，我不知道在哪个位置，只是我知道有可能会过这个高点，你是不能追的。那昨天晚上这一根 K 线，它是一个空方的吞噬，开盘价跟收盘价把这一根上涨的 K 线全部收掉。所以，我的观点目前还是不变。你如果要再做多，再去观察，它还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个？就昨天画的一个买点啊，就是在这几个高位，看有没有可能再压回到这根 K 线的低档，它可能会在这整个区间，就是这一个区间震荡一段时间。另外，我们再观察一下它的整个量啊，量是有败象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一段时间到截止到目前为止，什么时候有看到这么大的一根下跌，而且是空方的量？如果我们再观察1个小时来观察，它同样也是一个空方的量，所以未来一段时间，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整理到位，要再拉上去，你要留意这个位置就是18000上方，已经是套了一批人啊。那至于1个小时的一些指标形态，其实也是很明显啊，你不要在 MACD 背离的时候，昨天1个小时在创高这种位置去追。那至于狗狗币最近为什么会这么弱，我昨天的视频也是跟大家讲的。狗狗币现在没有建构的条件，很多其他的山寨币都没有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BTC 低。它现在风格，我早在2天之前就跟大家预期，这一次你要搞的话，只能搞 BTC， 其他的一些币种 FTM 也是在观察，但是没有持续性。那更不用谈什么其他的一些币种，包括这个狗狗币，昨天也是跟大家讲，你再去观察，如果要再买的话，压回。就短线上啊，长线我还是在报。短线上我的观点是，你再观察有没有压回这个 0.08。 那为什么已经是之前的视频讲得很清楚了，就是在这一个高位，它有一些筹码是套在上面啊，因为这里面的量价你自己去观察，基本上都是跌的时候有量，跌的时候有量，那这一根上涨的时候也是没什么量啊，所以包括这一根下跌也是量比较大，所以目前没有看到一个多方的量的，你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能出多方的量，包括这几天在整理的时候也是全部都是空方的量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狗狗币目前还是需要震荡啊。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的这个以太坊也是一样，高位不要去追，我估计有可能还是在这一个区间，或者是不是在这整个区间里面来震荡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